秀茹，你都已经死了3年，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呀？是谁杀了我？3。是鬼，是藏在烟囱里的鬼。不是我，不是我。1。是我杀了秀茹，是我杀了秀茹。法官大人，我的证词如上所述，嫌犯张建国患有双重人格，因而杀妻。世上根本没有鬼，只有人心作祟。林小姐，您是怎么发现案件线索的？林小姐，请问你是如何取得目前这个成绩的？林小姐，请问你是如何发现他患有双重人格的？谢谢。李教授给您安排了一位临时病人，已经在诊疗室等着了。李老师，当初若不是李老师带我入门，现在走不到这一步。病人资料给我吧。这位病人比较特殊，这1年看了整整50位心理医生，其中包括李老师，但都对他束手无策。什么病症？他能看到鬼。文先生，青鸟栖笼，愿结不散；羽翼缠黑气，声声带气。这东西不该放这里。医生，你这间诊疗室挺有意思的。文先生，请坐。那么开始吧。文先生，你的心理状况……林医生，你是否在独居睡觉时听过奇怪的脚步声？人在半睡半醒时，大脑会有误读行为，能听见一些不存在的声音。就譬如说你说的脚步声，这在心理学上我们称之为入睡前幻觉。不，我不仅听见，并且看见。那是3年前。谁？许博，尸检报告显示，他至少去世3晚，而我在他死后的第90天，看见其亡魂求救，才找到他。这个案子当年很轰动，你不理解的事物未必不存在。敬畏这些无形之物，会让你的科学走得更远。林小姐，这个世界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虹膜异色症，部分眼疾会导致瞳孔颜色不同，这并不罕见。文
文先生，新闻报道属于二手信息，就算证实了老人的死亡，但是没有办法证实你所谓的亡魂求救与死亡之间存在超自然的因果关系。创伤相关的记忆，它不是录像回放，具有欺骗性。一些愧疚心理会在潜意识中构建出你所谓的灵异现象，好减轻内心的道德负荷。林小姐，如果你无法接受我能看到那些东西的事实，你是治不好我的。奇怪，怎么可能数十名心理医生都没有填写详细的就诊记录，只有无法干预的诊断？李老师是不是给错了？林小姐，这里可以抽烟吗？你可以去阳台，正好需要准备一下。林姐，这份资料是李老师直接给的吗？嗯，你照看一下患者，我去给李老师打个电话。好。小玲，文先生到了。李老师，我需要跟您确认一下这个患者的详细情况。小玲，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我更是拿你当亲女儿对待。不过，有些事情我的确没有告诉你。从事心理学科这么多年，他的情况依旧超出了我的认知，我是无法提供更多的资料，因为我无法做出有效诊断。李老师，您的成就远在我之上，您难不成真的相信他能看见鬼？去年文清来找我做过一次治疗。文先生，并非是我不信，因为也算是同行，那我们便打开天窗说亮话。经过这次面诊会谈，我认为你或许是年幼时应激反应导致的。李老师，在讨论我的病症之前，您需要先接受一个前提：我能看见，你能看见，也能看见你看不见的。您先生墓地的石碑左下方出现裂痕，雨水很快会渗入棺木里。文先生，我尊重你年轻有为，但这些话可不能乱说。您的丈夫2年前因病去世，死前亲手将这一枚项链戴在您的脖子上，对吗？这件事我从未同任何人说过，他怎会知道？不可能，一定是巧合。您最好联系一下园林的工作人员，去确认您丈夫的墓碑情况，否则雨水浸泡尸骨，死者难安。我先生下葬的墓园是我亲自选定，管理方会定期维护，绝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反倒是你拿逝者来做这种荒诞的预言，是对我亡夫极大的冒犯。我现在就去核实，如情况非你所言，我要你在我亡夫的墓前郑重道歉。你好，我是李文军，麻烦您立刻派人检查我丈夫的墓位情况，尤其是基座。喂，李女士，检查发现墓碑基座左下角有一条裂痕，我们正在紧急做加固，真是对不起啊。什么？这怎么回事？昨日旁边墓碑修缮时，作业机器意外擦到了您爱人的墓碑，多亏您及时来电提醒，我们才第一时间发现处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李女士，检查发现墓碑基座左下角有一条裂痕，我们正在紧急做加固，真是对不起啊。什么？这怎么回事？昨日旁边墓碑修缮时，作业机器意外擦到了您爱人的墓碑，多亏您及时来电提醒，我们才第一时间发现处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你好，我是李文军，麻烦您立刻派人检查我丈夫的墓位情况，尤其是基座。
那些细节，他从任何渠道都无法获知。唯一符合逻辑的推论是，文清确实能看见某种无法用心理学解释的存在。李老师，说是文清具有极高的观察力并整合信息，他是能通过您透露出的碎片化信息，在潜意识中完成拼图，再以所谓通灵的形式投射出来。小玲，我老了，这一生都在研究人心，唯独他让我看到了认知的边界。李老师，或许你得先打开自己心里那道锁，才能进入他的世界。保重。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只有高度复杂的人脑，以及他所编织出来的幻觉，一定是这样。文先生，久等了。我知道你心有疑虑，不过我确实能看到那些东西。高强度的内疚会催化严重的解离体验，甚至会创造出自认为合理的记忆。文先生，故事很精彩，不过你是否真的能看见鬼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为什么认定那些东西一定是鬼呢？比如你的父母因车祸去世，如今你还能看见他们吗？林小姐，原来你的治疗方案如此犀利，你就不怕患者投诉吗？你看过很多心理医生，应该知道，心理治疗就是找出症结所在，辅助患者直面心中的恐惧。好，我配合你。那好，治疗开始。1、2、林小姐，我这是被你催眠了。3、小青，你醒了？看看窗外，咱们马上就到海边了。妈，这是20年前父母去世的那场事故。站住！不要闯过停下！小青，你这是干嘛呀？文清，快刹车！文清，睁开眼，这不是此刻的真实，是潜意识里的幻觉。现在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车，还有好多的血。车，很好。现在转身，打开你身后的大门，便能进入更深层次的潜意识世界，那才是属于你的真相。这里是满家院。哥哥，若是你给奶奶的遗像砸坏，你猜爸妈还会不会养这怪胎啊？不要！闪开！爸爸，哥哥说奶奶在遗像里叫他，非要拿下来。不是我，阿琴，妈妈，不是我。我们文家怎么会出了你这种东西？事到如今，你还要撒谎吗？不是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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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是我。
不是我。文琪的病不能再拖了，必须送去精神病院。他整天说自己看见死人，听见鬼叫，你知道邻居怎么说他吗？都说这孩子邪性，天生自带阴阳眼。他可是我们的亲生孩子，要是真把他送进精神病院，他就再也出不来了，他的人生可就完了。那小硕呢？成绩优异，乖巧听话，他才是老文家最后的希望。我绝对不能让他被这个疯子给耽误了。文琪必须送走，必须送走。阿金不是一直闹着说要去海边吗？就那天吧，送他走。原来那场期待已久的海边旅行是遗弃我的最后一站。文清，转过身，打开那扇门，你就可以出来。文清，打开那扇门。不要，不要送走我，我不是怪胎。文清，现在打开那扇门出来。不好，阻抗太强，再这样下去他会失控，必须要强制性终止治疗。文清，认真听我的声音，我数3下，无论发生什么，只要闭上双眼，你就能回来。3、2、1。文先生，根据催眠结果，我需要修改一下你的认知。首先，你有一个亲弟弟；其次，那场让你父母意外身亡的车祸发生在遗弃你的途中，大脑为了让你活下去，开启了防御机制，篡改了记忆，将痛苦转化为可对抗的鬼魂。很残酷，但这就是创伤运作的逻辑。所以，不存在你能看见的鬼。你所看见的是你未被妥善安放的过去。你所看见的是你未被妥善安放的过去。你无法相信我所看到的，那你必然无法治疗我。大脑将你无法承受的记忆和情绪扭曲为你认知框架里的鬼，这是病理，不是超自然。文先生，创伤是需要直面的。很完美的逻辑闭环，那也容我用我的框架来分析下林小姐吧。你的命格属金，性至阴，而金最为逆断伤。这是……林小姐，承认吧，你从未离开过这儿。不要！林小姐，那你又看见了什么呢？你究竟对我做了什么？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林小姐，你知不知道你的身后跟着3人？你说什么？男的身高1.8米，寸头西装；女的1.62米，直发披肩，旁边跟着一个小男孩，约莫5岁。
我刚才……你晕过去27分钟，如果无法继续，我们可以提前结束。你究竟是谁？你对我做了什么？你作为医生，首先要确定自己的状况是否能继续治疗，而不是质问病人。不可能啊！整整10分钟的空白，刚好在深度催眠干预阶段，仪器故障，人为干扰，还是？自从开始药物控制之后，解离症状再也没有发作过。幻觉不会如此精确地抹掉关键证据，除非那证据本身就不是我认知中的现实。那些细节，他从任何渠道都无法获知。唯一符合逻辑的推论是，文清确实能看见某种无法用心理学解释的存在。李老师，或许你得先打开自己心里那道锁，才能进入他的世界。保重。不可能。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鬼魂之说？谁？这是怎么了？林姐，林姐，你还好吗？你吓死我们了！王先生说怎么都叫不醒你，刚刚我们差点叫救护车。没事。哦，对了，林姐，这是你要的资料，恰好李老师刚刚将备份发过来。果然，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鬼？差点被他给唬住了。林玲啊，林玲，你可真是昏了头了。林姐，你要不要先休息一下？不用，你先回去吧，今天辛苦你了。温先生，或许你应该看看这个。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平行福利院，有的只是平行精神病院。在你精心构建的那场故事里，唯一真实的恐怕只有那对总是把你送进医院的父母。我想你应该好好想一想，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阿沁，你醒了，我们到目的地了。下车！阿沁，乖啊，好好配合治疗，等你好了，
妈妈一定带你去海边，就我们一家3口。不要！妈，我没病，我不要去这里，这里好吓人，我不要去，妈妈，妈妈！赶紧把他给送进去，这孩子一点都不正常，还磨蹭什么？阿七，好孩子，要好好听话，妈妈很快就来接你。不要，不要，妈，不要去见我，我不要去这里。不要，妈，阿七要听话，要好好治疗。阿七，妈妈说要乖，要好好听话，妈妈就会来接我。妈妈说要乖，要好好听话。文清，你家里人来接你了。硕硕，硕硕看妈妈，在这儿呢。他是谁？他是谁？文先生，现在你应该知道了。在你6岁时，你父母因为遗传性的谵妄症，将你送进精神病院。3年后，医院通知他们你痊愈的消息，于是你被接回了那个家。不过，你多了一个弟弟，文硕。这代表着在你住院期间，你父母有了第2个孩子，你无法接受，于是开始无意识地做出一些谵妄症状，便有了那次海边旅途，也才有了那场惨案。林小姐，其实我很好奇，你第1次假装痊愈是由你母亲做精神支柱，那第2次呢？根据档案记载，你15岁时便被送入特级监护病房，一个被强制监管几乎与世隔绝的少年，是怎么样几年之间突然以高分考入清北，又成为教授的？你这是心理治疗，还是在帮我写自传？我认为你并不需要对我的生平了解这么详细吧。在那样的一个地狱里，是什么？哦不，或者说，是谁成为了你新的心理支柱，让你从地狱里一步一步爬上来，走到今天，你拼命掩盖的过去，到底是什么？林小姐，我累了，今天先这样吧。也好，今天的治疗结束。是你？你怎么在这儿的？昨天你不是刚被关禁闭吗？我把药片藏在舌头下面，他们一转身我就吐掉了。快，趁他们还没发现。对了，我知道一处好地方，走，我带你去。好。这么久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文清，文学的文，清静的清。你呢？我叫
我叫什么？说出来，我叫什么？回来吧。文先生，我绝对不允许我的患者出去的时候和进来的时候一个样子，我希望你能配合。是，我在平行遇到了一个女孩，她很单纯，而且我坚信她没有病。继续。没有后续，林小姐，你也知道，平行精神病院其实就是一家黑心的私人诊所。他们靠着囚禁那些所谓的疯小孩，收取大笔的住院治疗费。他们将正常人活生生的关成疯子。但除了我们，在心理学上，长期囚禁环境中产生的强烈情感依赖，有时会使记忆变得格外鲜活。不，你不明白，那并不是记忆。而是他从未离开过。你的意思是，你现在还能看见他？那个女孩死在了平星，是吗？那个女孩死在了平星，是吗？我是能看见她。文先生，那你寻求治疗的目的是什么呢？这些事情和我们的心理治疗没有任何关系吧？通过3次的催眠破解，你的过去已经非常清晰了。你幼年时期所谓的见鬼，其实是儿童时期常见的一种假想朋友现象，这并不可怕，很多孩子都有。只不过你的家庭环境过于封闭，所以导致你不明白这种正常的心理发展，于是你被送到了平星，长期的隔离与虐待才是你后来谵妄症状的症结。至于你那所谓的阴阳眼，则是一种从孩童的想象被环境扭曲和固化成了一种创伤感知。然而关于那个女孩，文先生，我必须告诉你，人死不能复生，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鬼。或许你过去确实是经历了非常多不好的事情，但你必须和自己和解，因为只有你自己才能真正的救赎自己，因为只有你自己才能救自己。不愧是江城顶尖的心理医生，很精彩的推论，我差一点就被你说服了。不过，我现在的确能看到那个女孩，不止她。温先生，治疗需要双方意愿，如果你拒绝治疗，那是我无能为力。我很忙，不想和没有自救心的人浪费时间。温先生，大门在那边，今天的治疗到此结束。林林，斜阳孤影，探灵钉，名字很美。你母亲取的？温先生，你越界了，你越界了，这是我的事情，与你无关。天色不早了，我需要休息。如果你还想在这的话，请便。正如刚刚林小姐所说，我的过去的确发生了很多痛苦的事情。那你呢，林小姐？我很好奇，你的过去发生了什么？而你又在欺骗自己什么呢？我跟你并不一样，你可以继续沉浸在你编织的那些可笑的谎言中，那是你的选择。别把那套按在我身上，我不需要。嘘，一听，那个声音又出现了。那个声音又出现了。你还要装神弄鬼到多久？这种低级的心理暗示你还要玩多久？啊！
他们告诉我，你怕火。什么他们？谁？你出生于1996年2月20日，家中有3人，其中1名是你同母异父的弟弟。只可惜在2008年，3人皆因家中意外失火去世，而你意外地活了下来。我再说一次，如果你不相信我所看到的，那你是治不好我的。够了！这些新闻报纸都有记载，我凭什么相信你？我已经不想再听你胡扯这些了，也没有时间陪你玩这种可笑的戏码。等等，我好像一直叫错了你的名字，对吗？安玲，安小姐。你究竟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真的可以看见他们，他们一直在这里等你回头。文先生，基于目前所有的症状表现，我必须正式的告诉你，你的谵妄症状已经非常严重了，这已经不是普通的面谈催眠可以干预的了，你需要药物治疗。你的诊疗手册里有没有哪一章是专门解释巧合的？什么意思？比如，我随口说出李老师丈夫墓碑的裂痕，我知道金陵阁老人导向的准确方位。再比如，你今早冲了2次咖啡，第1次忘记加糖，以为你心烦意乱。观察力稍加训练就能够做到。况且，李老师的家事、旧案的细节，有心调查总能挖到。你所谓的看见，不过是精心准备的信息拼图。那如果有些信息根本就不存在任何记录呢？他的耳朵后边是不是有一颗小型的红色胎记？形状像颗爱心。小婉，小婉，哪家报纸会记录死者耳后的胎记形状？你直到现在还用症状解释一切，你不仅仅是不相信我，你是不相信他们的存在。还是说，你把他们藏进了内心最深处，自己不敢面对？巧合，一定是哪里出了错。可能我某次访谈中提到过，但是我忘了。对，一定是这样，一定是这样。你可以继续为自己找理由，毕竟人的大脑会为了保全自己，编织出最合理的谎言。好啊，就算这些都无法解释，但你凭什么断定那就是他们，而不是你汲取信息之后潜意识里的投射？你每晚入睡前会检查3次门窗，你喝的水温必须刚好40度，这些还不够吗？你之所以坚信我是谵妄，是因为我身上有你看不懂的真实，你因为自身的懦弱而选择逃避。你害怕？那你呢？一个能看见鬼魂的救世主，一个被迫害的天才，你别把你自己包装的那么高尚。我只是一个传话的人罢了。一个能看见鬼魂的救世主，一个被迫害的天才，你别把你自己包装的那么高尚。我只是一个传话的人罢了。我再说一遍，别把你那一套安在我身上，你就是个疯子。小可儿，小可儿，我东西，东西。林小姐，啊不，安小姐，
你是在找这个？哦，奥沙溪畔。安小姐，你以为自己知兵？安小姐，你以为自己知兵？文倩，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目的，我也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才挖出我的手段。我说过了，我知道这些，不是因为我用了什么手段，而是他们亲口告诉我的。我听够了你这套神神鬼鬼的说辞，我一个字都不想再听。什么他们，什么亲口告诉我，你就是个疯子，你就是个自我催眠的疯子。你需要的是监狱，或者是重症监护室。当爱丽丝钻进了兔子洞里，便会掉入一个绝美梦境，再也不愿意出来。你怎么会知道这个故事的？当爱丽丝钻进兔子洞里，她便会掉进一个绝美梦境，再也不愿意出来。当爱丽丝钻进兔子洞里，她便会掉进一个绝美梦境，再也不愿意出来。爸爸，爱丽丝那里也有像我们这样的家吗？有爱丽丝的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吗？在洞里，只有爱丽丝自己一个人。她甚至会想忘记洞外的一切，包括家人。为什么？忘记家人不会难过吗？因为真正的痛苦只有在洞外面，在兔子洞里很安全，没有分离，没有痛苦。好了，小宝，今天不早了，明天咱们再继续读。早点休息。爱丽丝啊，爱丽丝，你可不能忘记他们哦。你可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他们。从我走进这间屋子那一刻起，他们便一直在这里。他知道一半的红色围巾，你后来找到没有？线头还藏进电视柜下面的老地方吗？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姐姐，对不起啊，我们本来一起约好去后山玩的，我食言了。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我！他们想我告诉你，放过自己，别再沉浸过去了，安玲。闭嘴！他们想我告诉你，放过自己，别再沉浸过去了，安玲。闭嘴！我不想，我不想。男的身高1.8米，寸头西装；女的1.62米，直发披肩，旁边跟着一个小男孩，约莫5岁。
他们说，你将自己折磨成这样，这20年来痛苦的不仅是你。安小姐，你好好回忆一下，20年前的5月8号的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安小姐，你好好回忆一下，20年前的5月8号的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5月8号。对，那本童话书去了哪里？兔子洞那么好玩，爱丽丝最后回家了吗？没电了吗？哎，有了！兔子先生带着爱丽丝进到洞穴里，吃了好多好吃的。兔子先生带着爱丽丝进到洞穴里，吃了好多好吃的。原来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啊！要是我也能去到兔子洞里玩就好了，但是我得带上爸爸妈妈还有弟弟。糟了，今天我还没有给阿黄喂饭吃。大叔，饿坏了吧？对不起啊，晚上忘记了。阿黄，今天爸爸给我读了一本书，叫《爱丽丝梦游仙境》，里面的兔子洞可神奇了，我也想带你去玩。爸爸妈妈，爱我。所以，安小姐，你到底欺骗了自己什么？就剩这一个小孩了。对，不过我联系了他爷爷来接，但是他爷爷好像……我想起来了，是我害死了他们。现在相信我了吗？我信。你能不能帮我告诉他们，我宁愿那天晚上死的人是我，对不
安小姐，你好像还有件事情没有告诉我，一件连他们都觉得痛苦的、无法安息的事情。你好像还有件事情没有告诉我，一件连他们都觉得痛苦的、无法安息的事情。这只是你的症结，并不是你遗忘这一切的根源。那场大火只是困住你自己的锁而已。那你为什么不打开那扇门呢？安小姐，仔细回忆一下金宁阁死去的老人。立刻。还有那条小路，那场2人丧命的车祸。爷爷，喊什么？叫魂呢？扫把星，克死弟弟全家，还害死了爸，赶紧送走啊！这晦气东西，我1分钟都不想多留。哥哥，姑父，想起来了吗？你知道你为什么走不出来吗？那是因为你相信了那句“你安陵是个扫把星”。我不是。他们说，那场大火之后，你被送进了无间地狱，时至今日，都未曾走出。安小姐，我需要你告诉我，那场大火之后，你到底去了哪里，而又是如何走到了今天？就是你克死的，我儿子，我孙子，好好的一家人。爷爷不要！早就说过，丫头片子就是赔钱货，是扫把星，现在全应验了，都死全了，还敢躲？我今天非得给扫把星一个教训！敢出来试试看，看我不把你扔到大街上当流浪汉！哼！好饿，爸爸妈妈小文，都怪我，我好想你们啊！我得出去。
喊什么？叫魂呢？扫把星，克死弟弟全家，还害死了爸！赶紧送走啊！这晦气东西，我1分钟都不想多留。姑姑、姑父，你们要把我送去哪儿？小玲啊，你不是一直喜欢海边吗？我们带你去玩。真的吗？开你的车吧。姑姑、姑父，都是你，都是你害死了我们！扫把星，这个扫把星，都是你，都是你的错！你这个扫把星，都是你的错，都是你害死我们！都是你，扫把星，扫把星，都是你，扫把星，都是你，扫把星，都是你，这个扫把星，都是你，光是你，都是你害死我们！行，我们都是你的错，还给我们，把命还给我们！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安玲，抬起头来，睁开眼。那些并不是你的错，只是意外。可是他们都死了，因为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错，是我的问题。一命二运三风水，若你不放过自己，那他们也会缠着你。一命二运三风水。没错，命是生辰，是你注定的起点。你生在安家，是命；而运，是你后天的际遇。那场火灾，爷爷的猝死以及那辆失控的货车，便是你的厄运。风水嘛，是你后天的环境。你的姑姑将扫把星3个字像钉子一样钉在你的身上，那便是罪恶的风水。是他让你相信一切的不幸都是你自己招来的。困住你自己的，并非是那些死去的人，而是你内心深处相信自己是扫把星的那个女孩。可是我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天亮了，你是时候离开这里了。这里是……这是你最深层的记忆，也是你最美好的庇护所。他们真的会原谅我？你的家人很爱你，而爱永不消亡。谢谢你。当你醒来，你会放下过去的一切，重新生活。3、2、1，欢迎回来，安小姐，感觉如何？欢迎回来，安小姐，感觉如何？你是？林姐，快！温先生，
真的谢谢您。若不是您，这小林这一辈子要沉迷于炼狱之中。是李老师的方案足够精准，我只是根据脚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的病症啊过于顽固，是文先生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他的边界，逼小玲出来。这换做其他人是绝对做不到的。我自己没有孩子，我把小玲当做自己的亲生女儿对待，可我这个做老师的却帮不到她。我从未见过如此谨慎敏感的人，试了所有方法，我都无法走进他的内心一步。李老师，您找我。小林来了，来，快坐。博士论文就在眼下，有考虑过未来吗？谢谢老师关心，我现在在准备自己的心理诊疗室。不错。最近一次临床的督导评估结果如何？检测很顺利，没问题。小林，我想了解一下。小林，我想了解一下。李老师，我能有今天的成就，全靠您的栽培。我知道您为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为我好。这支钢笔是我的一点心意，还请您务必收下。你是我带过的学生里最有天赋，也最能吃苦的一个。可我却不知道这是好是坏，这份天赋会不会也成为绑住你的最牢固的那个铁链？您不用为我担心，我还有一份课题没做完，就先走了。李老师，你有事随时叫我。文先生吗？抱歉打扰您了。如果方便的话，我想约您出来见一面。文先生，请。文先生，久仰。文先生，您在创伤干预，尤其是利用深度场景重构、打破僵直记忆方面，成绩颇优。我也知道您多年不收个案，我临床研究心理数十载，常规的催眠疗法和认知重塑比它都没有用。他近期依赖高剂量镇静药物，导致这个记忆力开始混乱。文先生，无论我付出多少代价都可以，还请您帮帮他。情况我了解了。好，我答应你。太感谢了，那我先和您同步一下步骤。小玲是我见过天性最为敏感的人，我先为您捏造一个病患的身份和他沟通，同时我会让他的助理小可配合。林姐，先给他服用镇定药物，让其精神更为放松，让您更好的突破。
李教授给您安排了一位临时病人，已经在诊疗室等着了。李老师，病人资料给我吧。文先生。青鸟齐笼，怨结不散，羽翼缠黑气，声声带气。这东西不该放这里。林医生，你这间诊疗室挺有意思的。小玲，文先生到了。李老师，我需要跟您聊一下那个患者的具体情况。小玲，你是我最得意的学生，我更是拿你当亲女儿对待。不过有些事情我的确没有告诉你。从事心理学科这么多年，他的情况也就超出了我的认知，我是无法提供更多资料，因为我无法做出有效诊断。没有后续。林小姐，你也知道，平心精神病院其实就是一家黑心的私人诊所，里面靠囚禁那些所谓的疯小孩赚取高额的住院治疗费。他们把正常人活生生的关成了疯子。但除了我们，在心理学上，长期囚禁环境产生的强烈情感依赖，有时会使记忆变得格外鲜活。不，你不明白，那并不是记忆，而是我真的可以看见它。但即便如此，我也无法保证您真正的走进它。场景治疗需要大量的过往细节，让患者感受到过去的真实。小玲的防备心实在过重。李老师，不必多虑，林玲的病我已经了解了。关于我的假身份很简单，我是一个神秘学教授，我能看见鬼。关于我的假身份很简单，我是一个神秘学教授，我能看见鬼。文先生，小玲是个坚信世间无鬼的顶尖心理学人才，您这样怕是……李老师，在讨论我的疗法之前，您先要确定一个前提：我能看见，你能看见，也能看见你看不见的。您丈夫墓地的石碑左下方出现裂痕，雨水很快会渗入棺木里。文先生，我尊重你年轻有为，但这话可绝不能乱说。您最好联系一下园林的工作人员，确定您丈夫的墓碑情况，否则雨水浸泡尸骨，死者难安。喂。昨日旁边墓碑修缮时，作业机器意外擦碰到您爱人的墓碑，多亏您及时来电提醒，我们才能第一时间发现处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文先生，你是真能看见鬼的，对吗？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我丈夫的那些事情呢？你是真能看见鬼的，对吗？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我丈夫的那些事情呢？李教授，人如果说谎，一定会留下破绽。
我知道林玲一定会向您求证，因此某些事情您必须要比她更为确定才行。比如，我真的可以看到鬼。至于我为什么知道您丈夫的事情，很简单，因为我比绝大多数人更擅长于构建一个真实。您丈夫的事情很简单，并非通灵，而是我通过您戒指的磨损程度。以及您公开资料提及的婚姻状况的变动，推测出您失去丈夫的时间。而裂痕也是因为那一阵子正值近30年来持续最强降雨，加上新闻播报所说的衡山陵园修缮。至此，我只需要在合适的时间提醒你发现它罢了。至此，我只需要在合适的时间提醒你发现它罢了。这个世上或许有科学无法尽述之事，可更多的是观察、推理以及信息的组合。林玲所坚信的世上无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并没错。原来如此，真是了不起的观察与设计。但我还有疑虑，文先生，你已经多年不接诊，但今日为何愿意为小玲破例？李老师，林姐醒了，状态看起来稳定多了。文先生，抱歉，我要去看看小玲的情况。时间差不多了，还有最后一个疗程。小玲，感觉怎么样？谢谢李老师这次的帮助。小可，文先生在吗？我有话要跟他说。文先生应该……阿小姐，看起来适应的不错。文先生应该……阿小姐，看起来适应的不错。小可，时间不早了，我们先回去吧。让文先生和小玲单独聊聊。文钦，文学的文，钦定的钦。这么久了，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文钦，文学的文，钦定的钦。你呢？安玲，斜阳孤影叹零丁的零。现在都想起来了吗20年了，从平行出来以后，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我甚至把那段记忆，连同你，都当成了我病里变出来的幻觉。我一直都在，只是有些人和事儿被隐藏得太久，连自己都骗过去了。我一直都在，只是有些人和事儿被隐藏得太久，连自己都骗过去了。谢谢你，这次要不是你，我还不知道要在那个循环里困多久，更不知道要如何放过自己。人能抓住的救命稻草，从来只有自己。安小姐，你一直很懂这个道理啊。在我经手的所有案例里，你是最善于自我保全那一类。自我保全？李教授的诊断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叠加药物影响导致的记忆解离。这种结论很安全，也符合常理，但这无法解释你可以精准地遗忘过去这件事儿。这种失忆具有高度的选择性，能够精准地屏蔽痛苦，
保留了让你在生活中的社会技能和专业知识。总而言之，这更像是一次成功的自我催眠，对吗？等倒计时3次之后，你就会遗忘过去，重新开始生活。3、2、1。你说的对，我骗了所有人，包括我自己。我太害怕了，我只能用最笨的方法，把那些事都锁起来。幸亏有你的专业和耐心，才让我有勇气把它打开。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去树林那天，最后是怎么收场的？那天护士把我关了禁闭，但我偷偷把药吐了，溜出来找你。只不过我们运气不太好，最后还是被抓住了。我记得后来事情闹得还挺大的。对，被抓了。然后呢？发生了什么？然后，安小姐，如果记忆出现断层，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外部的标准来进行矫正。不如我们来聊聊平星吧。20年前，平星因虐待患者和财务丑闻被强制关停，但调查组进入时，却发现了比丑闻更为棘手的案发现场。部分患者因误食了来源不明的有毒物质，未能及时获救。事后核对全部患者名单与遗体时，发现少了一人，一个13岁的女孩。她的名字叫什么？平星出事那天，恰好是我们溜去后山树林被抓的是同一天。安玲，对吗？要是能一直这样就好了，没有人骂我们是怪物。等我再长大一点，力气再大一点，我就带你离开。其实我……他们在那儿，抓住他们！反了天了，还敢私自逃跑！把他们给我带回去，关禁闭，药量加倍。等我，快走！再敢有下一次，就不只是关几天禁闭这么简单，老实点待着。你怎么在这儿？你没事吧？上次关禁闭啊，没事。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走，我带你去吃个好东西。我昨天从隔壁病房的奶奶那里换的。别吃这食堂里的饭，压根都不是人吃的。走。走，我带你去吃个好东西。我昨天从隔壁病房的奶奶那里换的。别吃这食堂里的饭，压根都不是人吃的。走。那我说的没错吧？我可忍了好久都没吃呢。给。谢谢。对了，
你为什么会进平星？因为家里人都没了吧？那你也不能被送到这里呀！这里可是……悄悄告诉你，离食堂远点哦。今晚的饭菜不干净。不干净。文清，你跟我完全不一样，你可是个好人。阿玲，阿玲去哪？这边还有一个。你放开我！你早就知道食堂的饭菜有问题，对吗，安玲？你早就知道食堂的饭菜有问题，对吗，安玲？那天晚上，你给了我一块巧克力，并且提醒我说食堂饭菜不干净，所以我侥幸逃过一劫，而那些人失去了生命。你告诉我，这一切难道只是巧合？我连那天吃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给了你一块巧克力，你就因此怀疑我，用我的痛苦来展示你的洞察力，这很高明吗？我从小没有得到过任何像样的爱，死亡一直伴随着我。现在你是最了解我的人，但你却怀疑我。文先生，我认为我们的治疗早已结束，请你离开。平星的死亡报告显示，是特定安眠药过量，而这种药恰好是你被关禁闭室、被强制性服用的同一种。安小姐，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么多巧合。你是如何一次又一次的逃过死亡的？还是说你是想说我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文倩，你的正义就是拿着一个受害者最不堪的过去当成他有罪的证据是吗？你是想说我是这一切的幕后黑手？文倩，你的正义就是拿着一个受害者最不堪的过去当成他有罪的证据是吗？是我把平星那些账单、虐待记录想办法一点一点送出去的，不然你以为平星是怎么倒的？就靠一次食物中毒就能查清那个炼狱的真相吗？我只是想逃出去，我只是想让你也活着，我有什么错？文清，我们才是被关起来的受害者，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要怎么逃离那个炼狱啊？但那不是借口，安小姐。难道正义就一定得是干干净净不伤人的那一方的吗？那平星对我们所做的一切符合你的那份正义吗？如果他们的暴行可以被默许，那我为了活下去选择沉默，难道就是罪恶？你告诉我，难道我就非要当一个所谓的好人，告诉他们那天的面条有毒，然后乖乖等着那17个人把我折磨致死，还是变成一个真正的疯子？我不要，文静，我告诉你，我不要。安小姐，你确实是我见过的最懂得如何把自己站在受害者位置上的人。你的演技很好，佩服。安小姐，你确实是我见过的最懂得如何把自己站在受害者位置上的人。你的演技很好，佩服。你在说什么？安小姐，我很好奇，你怎么会知道那天平星的晚餐是面条呢？我连那天吃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给了你一块巧克力，你就因此怀疑我，用我的痛苦来展示你的洞察力，这很高明吗？人在说谎时，会克制不住的形容细节，以此增加真实感。你不断的提及你的过去有多么的悲惨，一切都在阐释你为什么是个受害者，为什么你的行为是被迫的。事实不容辩驳，文先生要否认我的过去。
不，我是质疑你使用它的方式。一个真正被创伤缠绕，不得不做一些极端行为的人，当我提及痛苦性的根源时，他会本能的回避。而你的痛苦太具有功能性。当我提及痛苦性的根源时，他会本能的回避。而你的痛苦太具有功能性。理论永远都只是纸上谈兵，文先生，个体差异你比我懂。不是理论，而是观察。你的痛苦总出现在需要出现的时候，去针对影响需要影响的人，来达成你预设的目的。你不过是想说，我连痛苦都是假的，随你怎么想。啊不，我从未说过你那些经历是假的，我是说你们的关系是假的，你在用潜意识操控你的悲惨，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一个能如此冷静运用自己创伤的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完全被命运摆布的受害者？文谦啊，文谦，你还真是跟小时候一样，聪明的让人讨厌。那么文先生，你费尽心思的找到我来做这场治疗，你真正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从平星出来后，我找了你很多年，直到3年前，我才通过一些残留的医疗记录拼凑出安陵后来的轨迹。他改名林林，成为了一名心理医生。当李教授带着你的病历找到我时，我立刻就答应了。他以为我看见的是一个等待拯救的天才学生，而我看到的是一个终于可以正面解开的谜题。治疗？不，这是一场准备了20年的验证。2008年那场意外，报告里写着着火点是你卧室的窗帘。安小姐，你还记得在催眠当中你是怎么描述那场火？是如何烧起来的吗？你告诉我，是因为蜡烛引燃了那本书。但为什么现场的核心着火点会是窗帘呢？蜡烛倒在床头柜，书本被引燃，那燃烧痕迹理论上应该集中在那片区域才对啊。而窗帘，尤其是如果被人刻意引燃，那会形成截然不同的燃烧痕迹与路径，这看上去不太像是一场简单的意外。安小姐，那以你的见解，像是什么？那会形成截然不同的燃烧痕迹与路径，这看上去不太像是一场简单的意外。安小姐，那以你的见解，像是什么？受害者？不，你从来都不是走投无路才会反击的小白兔。当你踏入食堂，你便清楚地知道哪些人会死，哪些人你会留着。这不是复仇，安陵，这是你最爱的残酷游戏。自我催眠，不是因为你的过去有多么悲惨，而是你无法面对自己积压的掌控欲。你的游戏不止平星和安家这几轮，安平的死，导致你姑姑姑父意外丧生的那场车祸，都完美的服务于同一个目的，加固你扫把星的悲情外壳。你让所有人相信你是那个无可指摘的纯粹的受害者，你每一次不幸都在为你下一次行动铺设更安全的台阶，对吗？文倩，
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在我们之前的治疗里，你陷入催眠时说的话，到底有哪些是真的呢？文倩，有一个问题我很好奇，在我们之前的治疗里，你陷入催眠时说的话，到底有哪些是真的呢？文硕是真，我的父母将我遗弃在平行也是真，以及我内心最深层次的潜意识世界，那其中的你，更是真的。你能给我一根烟吗？我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抽过烟呢。谢谢。阿玲，自首吧，我会为你找最好的辩护律师，争取。你一直活在自己编造的谎言当中，该醒过来了。我怎么活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想怎么活。文先生，你这副高高在上、一切尽在掌握之中的样子，真的让我很不爽。阿玲，过去那些罪证，桩桩件件，你认还是不认？文先生，你其实根本不会抽烟，对吧？阳台上抽的那3根都没有过肺。至于那个打火机，其实是个录音设备，对吧？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单纯来治疗我的心理医生，也不是对我过去感兴趣的人。你是警察派来，哦不，或许说你本身就是警方的人，过来调查我，对吗？你从什么时候知道的？没错，平行的投毒案是我做的。你调查到的所有的意外，也都跟我有关。文先生，你调查我这么多年，功课做得很足。那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什么？今天是我33岁的生日，很巧不是吗？按照法律，那些陈年旧案就在今天，刚刚好过了20年的最长追诉期。你答对了一切的谜题，但很可惜，时间在我这边。阿玲，你对于那些惨死在你手中的无辜生命毫无悔过之意。那些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文先生，今天是我的生日，要不你给我唱一首完整的生日快乐歌吧，就当是送我的生日礼物。毕竟你也陪伴了我这么多年了。真没意思，我那时候才多大，一个缺爱的、患了精神疾病的小女孩，我只不过是做错了一点事儿，造成了一点点严重的后果，这算什么呢？最多也就是年少无知。安小姐，你真的很厉害，算无一策。只可惜你这块钟走得有点急，整整快了10分钟。你的助手小可真的很体贴，只不过这份体贴是用合理的报酬换来的，让他在你生日这么重要的日子前稍微调整了一下时间，确保你在正确的时刻安心地说出一切。真正的现在，距离追诉期失效还有10分钟。距离追诉期失效还有10分钟。不可能！阿玲，你因涉嫌平行精神病院特大投毒案以及多起蓄意伤人，现在依法对你实施逮捕。阿玲，你说的对，这个世界本就没有鬼，
只有人心作祟，而邪永不压正。你输了。法院会判决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吴医生，作为本案的关键专家，您协助警方侦破了这起跨度20年的复杂案件，请问此刻有什么想对公众说的吗？您独特的催眠侦查方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在业内非常罕见。您如何看待这种技术的前景？催眠，在严谨的法律框架与伦理边界中，作为刑侦的辅助手段之一，其意义在于穿透迷雾，协助探寻被隐藏的事实真相。我作为一名心理工作者，能够通过专业所长为理清事实、维护公正尽一份力，这是我们的职责，也是我们的使命。感谢各界的关注与认可。